作为曾经的米粉，十分笃定地说，每年小米旗舰系列每次发布后都抢不到，初期还要在黄牛手里加价购买。但是今年的小米12预售到现在，仍然全系列全内存开放购买。正如我在之前的预测视频所说的那样，小米12不行了。作为频道作者，不夹杂任何主观情绪，为既有剖析小米12无人买的原因，以及我个人因为什么没有选择这款手机。小米12最大的问题就是自降身价，这是小米官方的市场规划，和米粉期望的不同。小米总体路线就是发布会定位高端，高价之后价格迅速跳水，大批量出货。相信大家在今年小米11上已经有过体会了。小米11、小米 Mix 4堪称跳水冠军。我之前以为是这两款产品出现了某些质量问题导致的价格跳水，一直把希望寄予在小米12上。但是看了今年的小米12发布会才知道，如果雷总头部没问题，那么就一定是小米的官方战略。言归正传，我们来看小米12的工业设计。在发布会之前，真机图就已经曝光，网上的讨论声不绝于耳，比较统一的声音就是不认可。网友说，这不是2年前红米 K30S 的样子吗？小米怎么会超低端红米？那么发布会告诉我们，小米12高端系列就唱的与低端系列一样，外观一定是大家选择手机的第一要素，也是最重要的。不美观低阶而且廉价的外观，如何撑得起5000元的价格？于是首发小米官方就破价，自己降价300，这价格后期必然跳水。3000元的工业设计，2年后卖5000元，互联网真的没有记忆吗？我不理解。大家看着背后的相机模组，那么不美观，摄像功能是不是提高了呢？不好意思，还真没有。发布会强调了自己的拍照速度提升了，这也能成为卖点吗？Tiger 认为是之前拍照太下，现在正常了而已。基友们想买好的相机， Tiger 建议去买苹果13吧，价格也是5000加，或者等等1月4日发布的一加10，超帅的工业设计，虽然模仿了三星，但是总归比小米模仿红米要好得多了。但小米此次发布会主要宣传了三星屏幕。29日晚，经过我去官方小米之家的实际体验，这块屏幕是差强人意，虽然数据配置不错，但是确实不是三星顶级系列的屏幕，最多算是三星 2K 终端屏幕。这屏幕为以后的降价埋了伏笔，相信 Tiger 1月4日发布的一加10以及2月18日发布的三星 S2 会告诉大家什么是三星高端屏幕和顶级屏幕。基友们是否好奇，发布会一直在对标苹果， Tiger 为什么不提苹果的屏幕？是真的比苹果的好吗？ Tiger 在这里反问大家，配吗？外观不好，相机也没升级，屏幕也是中规中矩，那么手机的核心处理器一定很强吧？高通最强只是高通最强而已。摩托罗拉将 8G EN 芯片做到了人民币2999元，原因是因为这款芯片真的不贵啊，找了三星代工，功耗发热问题也没有解决，和高通888一样烫手费电，热了立刻降频降低性能，这芯片凭什么贵呢？高通 8G EN 要只是一款勉勉强强达到3年前苹果A12Z 水平的芯片，联发科的天玑9000已经超越了如今的高通。不着急的朋友可以等这款芯片的适配。另外据可靠消息，因为高通这款芯片过于拉胯，在5月份高通将破天荒的升级芯片，推出 8G EN2，这款芯片可谓是给了小米一拳重击。续航问题说白了就是芯片问题，芯片没有解决，续航不会有大的改变，特别是小米12 Pro 的电池容量相比前代减少了。减少是有原因的，那就是此次提高了扬声器功能，扬声器达到真旗舰水平，哈曼卡顿双扬声器占据了一定的内部空间，追剧听音乐十分优秀。缺点就是打游戏会完全堵住上下的扬声器。小米12的提高之处也是有的，之前小米的做工品控不大好，小米12此次的做工工艺升级了很多，拿在手里可以明显感觉到精致。以前我每次发新机都会注意一点，那就是右侧的锁屏键是否牢固，之前每次都是晃来晃去的十分松垮，这次得到明显改善，在手感上也非常不错，素皮的感觉很舒服。但我个人不会因为手感选择手机，我不选择这款手机的原因就是其本来的定位就是3000加，手机外观特别低级，以及它的降价速度很快，我每年都会置换新机，不保值。如果大家觉得它好看，那我觉得这款手机是值得购买的。芯片问题是所有安卓手机的痛点，新的芯片上市需要几个月时间，屏幕素质这个价位也是非常好的，一加三星的价格肯定很贵，一分钱一分货。小米在这个价位已经为大家提交了比较好的作品，小米的高端用户实在介意的话，小米12 Ultra 会在3月份与大家见面。以上客观评论完全是把小米12作为它宣传的高端旗舰评价的。小米12是个好手机，不过小米12的水平和高端机不沾边，价格虚高，不着急换机的用户可以等到合理区间再购买。
小米11的销量到现在都没有公布，因为十分惨淡。我预估小米12不会好过小米11。成功的小米10遇到疫情销量不佳，小米11遇到质量问题以及系统差的问题销量低迷，这样的小米12也就宣告小米冲击高端失败。3年磨一剑的高端系列小米 Mix 4由于一块 1080P 以及前置摄像头拍照有问题，导致无人购买，发售2个月跳水2000元，销量惨淡。小米 Fold 系列不成熟的折叠屏幕，很差的铰链阻尼技术，以9999的高价发售，如今只降4000，销量惨淡。苹果不需要代言人，产品就是代言人。苏炳添代言也救不了什么都想做，手机都做不好的小米。